最近油管上新兴崛起的大老王的频道，因为大老王他常说东亚就是洼地中的洼地，6道轮回当中的恶3道，这是真的吗？所以这一期呢，我们就继续邀请到了 B 站100万 UP 主一如，和我们继续聊泰国的佛牌养小鬼真的是超级阴的吗？然后我也常常听大老王说无神论就是最大的毒害，那么这真的是真的吗？大老王对于政治以及近代史的那些描述真的客观吗？大老王的频道为什么做得成功？以及就是做大老王的切片真的能够月入10万吗？所以有请我们的一如和 Neo。 前面就不是聊到了大老王吗？其实我们不需要太羡慕他那种，就是如果是说像一如你要到国外来的话，我告诉你生活质量啊100%没有现在在杭州这么好。像之前不是有一位博主叫护城风吗？他各种拍那些视频啊，我们在中国1个小时的东西1个小时的收入只能买这么一点，可是在日本啊，在西方发达国家可以买那么多。好，这个它不是很客观，因为你要看吃饭的话，比如说在爱尔兰随便只是去普通的那个街边的那些餐馆，随便吃一顿饭就要100多人民币。像护城风他就没有。我打断一下，其实我觉得吃饭我到哪里，我现在吃素，我应该到哪里都还好吧，我吃不了多少钱吧。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因为西方的话，它虽然买那个商品便宜，但是服务很贵，像什么理发呀、吃饭呀，或者说去诊所看个牙什么的，像这种的话，它就比国内要贵很多嘛。比如说洗牙，如果我在印度的话，可能50人民币，当时他就是帮我整个就是去清洗的特别干净啊。但是如果是说在西方的话，西方国家那可能就是得那个大几百上千了。对，这个我打断，就是其实在牙这一块，现在国内包括香港啊，他们这一块，包括国内，其实牙科或者说跟牙齿相关的专业，也现在开始就是越来越贵了，就是好像不知道到底是人工贵还是什么。因为我在 N 年前我是戴过牙套的，那个时候我只戴了上面一排，而且我就只有1颗牙齿是不整齐的，然后戴了上面一排的话就1万多。哇，对，所以说一排。对，而且然后后面我又补了牙，包括拔智齿什么的，其实都是很贵的。现在国内的这种牙医也还是，在医学方面来说，他们我觉得算是不那么辛苦，然后收入又还可以，而且相对来说还比较体面的，然后对自己的磁场啊这些心理啊都没有太大影响的。你说不像是那种脑科啊这个那个的做手术的，我觉得能做那样子的医生的人，真的都是身强的人，都是内心和身体都很强大的人。对。但是学医的话，就是学牙医的话，真的会好很多。对，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在爱尔兰这边，就是国内那种中上水平的牙科的医生拿到爱尔兰来可以算是顶级的那个牙医，因为欧洲这边的话，他收的那么贵，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我记得我之前去看病嘛，当然不是看牙就是同样的那个那个看病，我在印度去的话，它首先价格只有欧洲这边的大概1/5还不到吧，然后服务的话就是它那种细致嘛，它那个步骤，然后医生帮我看的那方面的细节那比欧洲要好很多。然后欧洲这边的话，他就是有礼貌，态度好，别的就是你要说就技术的话，他其实是技术的洼地。所以就是因为大老王他是自己去了加拿大，所以他当时他也说了，他说哎，我看国内13年14年经济发展好的时候，我都还很后悔我是不是应该来加拿大，但是后来一看，哎，国内经济下行了，我现在心里平衡了。你看他不就是那种幸灾乐祸的吗？但实际上在国内的话，你要说如果是说根据很多人的描述嘛，好像共产党就是那么十恶不赦啊什么样，但是我只记得 Neo 他上次说的有一句话，他说实际上真理它是建立于就是是非对错对立之外的。我有同学是党员，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区别，难道他们都是那个地狱恶鬼道来的东西吗？对吧？好，其实大老王，因为之所以大老王他会这样，是因为在油管这个频道，就是讲
政治是最容易起号的，就哪怕你讲玄学，你讲其他的，你也要靠着点什么，你要靠着的讲政治啊，对对对你要去对然后你才能够起号成功。他这个的话呢，就是站在这种做账号的角度去说，他肯定也是有人给他指点啊，或者他自己肯定也是做过分析的，因为他以前是做资本的，做金融这一块的，是最擅长于去分析数据，是最擅长于去模仿的。对，所以从做账号的角度来说，他是成功的。就比方说论粉丝、论播放量、论收益，如果这样子来论的话，那他无异于在这个赛道上面来说，算得上是吧排名前几的了。即使很多人没有关注他，但是也知道他，而且别人做他的切片赚的钱也挺多的，就做的好的人，那些人头部的，他们一个月最高的好像都能有个10万块钱人民币吧，好像听说，而且确实对，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一个大坑，那是大佬王智慧，就是他做切片做的最高的那个频道，在他流量顶峰时期，一个月有10万人民币，但实际上因为他这个里面他有一个幸存者偏差嘛，你大佬王他那么一说之后，我一看，哇，后面又起了很多那些小的切片频道，但是那些小的切片频道可能总共只有几百位订阅。甚至几十位订阅的那种，他们基本上都是没有收入的，而且就是因为他是头部赢家通知的，我们看到的都是幸存者，然后这个我知道，对。就是我们刚才是想要说什么来着？就是说政治方面，其实其实我对大佬王的我基本上不怎么看他的讲政治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包括现在，其实你们之前也会聊到一些，就是以前的就古时候的一些什么朝代的生育率啊什么的，那就是你只要多生了孩子，你都要上税的，你知道吧？到最后只能就是生出来之后就只能给他搞掉，是不是或者怎么样的？其实包括他现在他也很喜欢说一些文革时代。这些的，我个人感觉，我就听听就好了。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现在是站在你现在的这个角度去看以前，包括现在你就像我们看历史，你说那个项羽他为什么不过江东啊，对吧？他为什么不过那个什么什么江啊？他就是有病，他就是太那个啥了。但其实真的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刻来说，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的这种决策者，他在那个背景下面，他没办法按照我们今天的这种看法去做决策的，他那个时候不知道到底怎么做才是最正确的，他也就是只能往前走，就他也是时代推了他往前走，所以在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我是就是不站队的。然后他的政治我看的也比较少，包括他吐槽谁谁谁啊，我也看的不多。但是从做账号的角度来说，你一定得偶尔讲一讲啊，你是可以就是可以引流，说的直白点就是这样。对，所以就是你觉得大佬王。对了，你感觉就是大佬王他聊的那个政治，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我觉得就是油管上很常见的这种政治观点嘛，就是说一些笑话，或者说是带有一点嘲讽的东西在里边。或者说就是说的直白一点，其实他在油管上面说的都是那些翻墙出来那一群人最想看的、最想听的，他说的都是别人想看的、想听的，再加上他本身也是一个这种政治下面的一种，之前呢他是有觉得他是这种政治下的受害者。他其实像他说，他内心其实也想过出去会不会后悔，他也想要回，但是他感觉好像他成为了一个受害者啊，然后他就有这么一个理由，他有这种磁场，他觉得他去讲这些的话，他是言之有物的，还不像一些专门只是为了吃流量这碗饭的，而且他还不只讲这个，他会讲很多的这种玄学啊什么的，所以从起号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在这方面还是可以的。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很赞同你的观点，大佬王他这个很多有一些内容啊，再让他说话那种幽默的方式也是比较的精彩的，对。但是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对。他频道做得很成功，对，所以那你觉得他还有哪一些原因呢？就是他频道做得好。我觉得他做得好是因为第一的话呢，他的面相看上去确实也不像是那种坏人啊，他的面相还是比较面善的，而且他的面相啊，他长得确实跟那种就是有那种带那种官场的气息，就是能够去管理别人、引导别人，是吧？你看他经常带货呀，然后什么的，就会有很多人跟随他，他的面相看他就是有这个磁场。好，这是第一个点。
对，对所以我们就说的客观一点啊。第二的话呢，就是他的身体素质还是不错的，他确实是一个懂得爱自己的人。就像刚才我们聊的，爱自己肯定是你要自己身体好。你看他也是，他虽然做这个频道，他第一他也是跟别人聊聊天，第二他肯定也想的，现在流量大了以后，他肯定多多少少也还是会为了这个钱或者流量而做事。你说他100%啊，就是纯玩，你就听听就好了。所以他肯定也还是因为财而做啊，有这么一方面。但是他每次直播啊，因为他直播的话呢，都是他在晚上的时候，我看他基本上就是到点儿了，他就是要关播了，他就是要去休息了。他在这些方面还是对他自己还是不错的，不是说一个为了赚钱，为了一直有流量怎么样，就很消耗自己身体的一个人。第三的话呢，就是他的身体素质确实是不错的。他的直播的话，每一次都是1-2个小时，对于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的话呢，真的是很不错了。说的难听点啊，可能要伤害到一些群体，就是有一些人如果他不健身也不养生的话，尤其是男性的话，可能到了某一些年龄段，他的身体或者某些男性功能其实就不咋地了，或者就是没有那个功能了。但是从大老王的精气神和他这种状态来看的话呢，他的身体是不错的，而且他也是敬业的，他也是你说别人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其实他站在某种角度来说的话，这也是他的一种付出。好，这是第3个点啊，好像大概就是这样吧。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他也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他真正遇到他欣赏得来的人的话呢，他还是真的会去认可别人的。像他的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会说啊，你这个想法好，你走出来了，你父母对你这样，你还能走出来。他也会说啊，你爸妈是个傻逼啊什么的。他虽然说的比较粗糙，但是他会在这方面去看见别人，欣赏别人。这一点其实也是只有成功过的人，或者说只有强者才能做到的。甚至也可以说只有走出去的人才能够慢慢的做到的。因为在这片土地上面，我们的原生家庭的父母经常都是他就是下意识的就会说啊，你看邻居家的谁谁谁，就是让你感觉到好像你去真正的赞同别人，去夸奖别人，你就是在承认你自己是个垃圾一样的感觉。就好像别人得到了之后，你就失去了什么一样，你就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发自内心的去真正的欣赏别人，认可别人，客观的去分析别人。所以有些人他看到别人做的成功，他就只会说这个人就是运气啊，或者说啊他都跑出去了啊，他想讲什么就讲什么了，我们还在墙内，我们很多话不能讲啊，所以我们做不过他呀，怎么样，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就是很主观的一些去评价，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从玄学的角度来讲，人还是要学会去真正的去赞同别人，看见别人，这样子的话呢，别人也能看见你。在玄学里面来说，就是有一个贵人嘛，就天乙贵人呐，这种各种贵人，其实贵人都是相互的。你八字里面贵人多，也代表你经常成为别人的贵人，你经常就是说真的能够欣赏别人，你真的是只有强者才可以做到。而这种强者是精神上的，不一定说他这个人有多少的财力或者怎么样。这种强者是真的就是发自内心，他自己真的觉得本质具足的话，他就是可以去认可别人的，他也会觉得不会觉得说别人的得到就是他的失去。好，我说完了。对，我觉得你这一点总结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有一说一啊，实际上就是爱尔兰这边的华人跟加拿大的华人也是比较类似的吧。就是你大老王他有一点说的就是你很容易区分出来，就是有哪些人是刚来了不到1年的一些华人，或者有哪一些是在这边待了很久的，待了10几年的。因为刚来的话，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我知道在湖北确实我们很多那些父母包括老师，他总是喜欢说，哎，你看那个谁谁谁怎么样，他怎么那么优秀，你怎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子？然后那样子的话就会给我们有一种竞争意识嘛，我也要比他们好，我也要比他们要牛。如果是说承认他比我好的话，那就是那意思就是我是垃圾。所以这样子就造成了，就是一般至少湖北人，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我就说湖北人嘛，就一般湖北人他很少，非常少，他会去鼓励别人，就是由内而外的去赞同的鼓励别人，而是他有一种那种就是就那种竞争意识嘛，他说我一定要超过那个谁谁谁。比如当时我们高中有一个老师，他的名字就很傻，叫罗锦超，锦就是紧张的锦，超就是超过别人的超。那他这个名字，对，他这个名字从玄学上面来说就挺傻的，就可能他父母确实没什么文化，又或者说
他的命局里面就是这样子一个就是一个充满竞争，然后什么都要去和别人竞争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从他的名字上面来说，其实这个超就是超人的超，对不对？这个超字的话，其实大多数人都不适合用的。用这个字的人，就是命好的人非常少，都是要么就是原生家庭很苦，要么就是怎么样苦。而且有这个字儿的人，他身上也容易带伤的，就是容易出口伤人呐，或者就是说，反正就是他的磁场不好，就他很喜欢容易伤害到身边的人，他自己而不自知，就是会这么情况。对，但是他还是我们那个学校的一个主任，一个领导嘞，他还教我们那边。就是我们那个地级是最好的高中的重点班的班主任，就是他们基本上一个班一年有10个清华北大的，就是像那样子的那个班级。好，然后呢，后来我有个同学，他是考上武汉大学的嘛，他就是那个班的，他说，因为基本上像那种重点班，他都会喜欢是搞那种鲶鱼效应，每次月考之后他会刷一些人下来。就是把那种倒数第几名的，但是那个倒数第几名的到普通班的话都是学霸，都是第1名第2名嘛。好，然后呢，把他刷的时候就是各种 PUA 他，就各种你不行啊，你跟不上，你在快班跟不上啊，不行啊。那孩子他家长就很着急啊，就不希望从快班被刷下来，然后最后就是花很贵的钱去买那些烟啊，买酒啊，去送他，去送礼，求着他。哎呀，你大人有大量，你让我再待在这里吧，这不就是 PUA 吗？然后对，对，所以当然这个扯远了。我想说回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说在这种西方国家待久的话，发达国家的话，他没有什么那种我必须得要怎么样，他那个阶级观念相对于要低一些。所以我经常说嘛，其实像这边，像爱尔兰，它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不管是做白领做蓝领，你是坐办公室还是刷马桶的，这个扣掉税之后嘛，所有人的那个收入基本上都是2000到4000欧元之间，就是那种税收的，就是工资越高的，他那个税交的就越多嘛。然后第二的话，他鼓励大学生，他那个大学生一般课也上的比较少嘛，然后就鼓励大学生出去做服务员，去端盘子。那样子的话，你在那个餐厅的话，你看到很多那些服务生都是很年轻、很帅气的、很漂亮的面孔嘛，然后再加上呢，他可能本来是牛津大学的啊，然后呢，他出去端盘子，然后端完盘子之后，他毕业，他再去进了那种大公司之后，他再去看那些端过盘子、做过服务行业的人，他就会想到他之前的自己，所以说都会互相之间有一份的善意，再加上人家端盘子的可能。不管是不是大学生嘛，他都会很自信，他觉得我是在为人民服务，我在做我的本职工作，所以他整个社会的话，他那种就是至少表面上哈，他那种阶级意识或者说就是各种就是瞧不起他、鄙视链他要低一些的话，那所以说大家都会发展自己的特长嘛，我觉得他会觉得啊，你很优秀他也很优秀，所以说我就由衷的鼓励你、赞美你。像你书画好，然后我音乐好，然后他体育好，然后这哥们儿他会写代码，这个大家都是各行各业的那个360行出状元嘛，并不是说我一定要紧张的去超越所有的人，对不对？对，好，那这里我打断一下，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举1-2个案例就可以了。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你的命盘里面不是火比较旺嘛？因为其实火旺的话就是一直往上走的，所以火旺它和水旺是不一样的，水旺它是可以往低处去汇聚的。其实我命局里面就是金水比较旺的一个人，所以可能我们俩搭配在一起的话呢，如果说你有的时候你就太跳跃了，我可能就会打断你，好吧？那你是火旺还是水旺？我是金水旺。对，这样子呀。对，所以说我的这种，我讲话，其实我以前也很跳跃，但是我的跳跃就是我跳跃回之后，我最终我会拉回来，拉到这个主线上面来。但是火旺的人，或者说比劫旺的人，他有的时候就是，他有的时候他是无意识的，就跑得很偏，或者就是很啰嗦之类的啊。说实话就是这样。当然你还好了，你没有说像，因为我们都是年轻人，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跑得很偏或者你很跳跃也是没关系的，起码不像是一些年纪大的人，就是那种很老登的那种口语，只要不是那种就行。好，那关于这个的话呢，我就是想说，之所以我们的成长环境是这样，我们的父母是这样，是因为我们其实属于是一个无神论
的一个这个土地，对不对？就是这片土地，它是真正就是无神论的。那为什么就是说国外大多部分，尤其是西方，他们孩子会比较自由，是因为他们是有信仰的，不管他们是信什么上帝啊、耶稣，还是信那个什么安拉，那个安拉好像也是一个宗教里面的这个就是这个。那是伊斯兰教里面的上帝。对，我在小说里面看到的。然后像他们这种，他们就会觉得啊，一切都是安拉的决定，一切都是上帝的决定。他们生孩子，他们首先会觉得，我的孩子不是他，首先不是我的孩子，他首先是上帝的孩子，然后才是通过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的孩子，所以他是自由的，所以他就不会像我们这边的东亚这边的这种父母觉得好像你的命都是我给你的，或者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普世的一种宗教带来的这种价值观，所以大家都是这样子，就是他的父母的，我们的父母的父母，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人，所以就没有办法。那你真的想要崛起的话，觉醒的话，那也只能靠你自己。所以说这一点也是比较难的。那在国外，对，他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宗教，或者是有这样子的那个啥，就会相对来说就会好很多。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宗教的国家一般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不错的啊。你说像日本，他好像也是信太阳神吧，是不是啊？神道教，日本神道教。日本神，因为我之前看那个谁说因为日本的国旗它是一个太阳嘛，就是说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反正我记得他们好像信什么太阳神。然后韩国的话，就是他们也有信仰，对吧？但是韩国邪教是最多的。好，我说完了。你们有什么想聊的，你们聊吧。我感觉我说的有点多了。不是，因为刚刚就是怕影响到你，所以我开了静音一下。然后后来我想回的时候静音搞忘你关了。对，就是韩国它那个就是很多那种就是基督教所谓衍生的那些教派的邪教比较多。然后因为那些分支嘛，他会不断的就是搞个人崇拜，去强化他活着的那个创始人教主的那个就是他的超能力。然后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盲目的去皈依那位活着的领袖，然后皈依他，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钱是万恶之源，最罪恶的东西嘛。然后那居然那啥的话，那你们所有人把钱都给交给我。对，所以韩国他那个就是，而且他很极端，他有时候他是会强化一种二元对立，什么样是对的，什么样是错的。对，我大概也是大概了解一下，我就发现确实。那说完韩国的话，我就还有一个说的就是泰国。泰国这个地方我是有去过的，然后那个时候旅游盛行嘛，然后泰国免签那几年刚免签的时候我就去了。那他们又说泰国的那个什么四面佛啊什么的很有名，但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想要求的呀什么呀，反正都去了嘛，那就去了。去那里打出租车还被坑了，我让他打表，他听不懂我说什么，我明明说的是英语，他说他就给我打手势，我说那走吧，结果很短的一段路程，他把我给坑了。就我感觉好像我走几步路就到那个四面佛了，然后他收了我好像大概50块人民币，我都记得清楚。然后我也去拜了，我发现那个地方不太好，有点阴。反正我回来的后面的那1-2年吧，我感觉人生都不是很顺，然后身体也不舒服。那个时候还有朋友跟我说，让我帮他请那个里面的佛牌，说他们那边佛牌什么的很灵。我说我不敢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玄学，但是我说我不会弄，也不想弄，我也不敢弄，我就没给他请。然后我自己回来之后，我许的愿也并没有什么实现的，而且身体还不舒服，反正我觉得挺阴的。然后后面我再也没有去过泰国，对他们的宗教我也不是很了解。去泰国，我记得我也在那个就是曼谷那机场里面转过一次机嘛，然后那边反正就是如果根据大老王的说法，他说就是像什么川渝地区啊、泰国啊，这都是比较阴气比较重的地方，还香港也是阴气比较重的地方，我也不知道这个玄学上有啥说法。对，是的，尤其是那种就是那个时候搞什么革命斗争呀什么的，这种阶级斗争呀、这种起义啊，这种地方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那边说的直白点，就是死的人太多了，就是战死的人太多了啊。包括南京这个地方也很阴。哇。对。你是怎么看的？对。你们说到川渝地区很阴，然后我刚好今天就来到重庆了。好吧，其实重庆这个地方是最阴的，你小心一点。
不过因为我对这个鬼神有一些自己的了解嘛，其实也不怕他们，只是觉得那还好。呃挺有意思的，挺巧合的。嗯，因为今天我们其实聊了蛮多四川与成都这些的。嗯，哦，那我也是四川的，是吗？对对对，那老乡了。嗯，对，马上你去重庆干嘛呀？出差吗？旅游，哦，这个点儿旅游啊？对对，你觉得重庆感觉怎么样吗？你去几天了？刚到啊，今天刚到，好吧，感觉嗯，哇，就是这个点儿比较凉快嘛，这个点儿就重庆，现在国内这个点儿哪里都挺凉快的。对对，我不喜欢夏天来重庆，夏天嗯重庆特别对热，没法待。对，嗯，你以前来过重庆吗？对，来过很多次了。哇哇，哎，好像重庆它是一直就有那种8D 魔幻的基建吗？还对，是说什么时候？还是说最近几年建的？不，它地形就是非常陡峭的嘛，所以呢，建筑就一直就是修的比较魔幻，就是修在坡上的嘛。啊，嗯，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最近几年炒作嘛，说什么巴黎魔幻，什么赛博朋克，要对是常来重庆的人，觉得可能这就是一个山城嘛，一个典型的山城，一个有点像是贵阳的那种地方，嗯。地无三尺平嘛。嗯，对，有的如果说，就是特别喜欢，就是真的在这种高科技发达的地区或者国家待久了，去那边，就是旅游一下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按照现代的发展来说的话，如果真让你在那里生活的话，怎么说呢？说的难听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自己就是住在农村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到处都是要上坡下坎的，然后只是说啊，有很多车，有很多房子，然后也有旅游景点，但是真正生活起来的话，其实不是很方便的，而且那边天气气候也不是很好，就是很灰蒙蒙的。嗯，啊，人特别多，然后比较脏，比较乱，然后住的特别拥挤，不适合对居住。对，不适合居对，住。这个好像全世界的大城市都是人很多，很拥挤。基本上，你要是去看那个美国纽约，哇，那地铁那可能都100-200年了，别人在地铁上，那个就是尿尿的都有。然后就是包括伦敦的话，包括就是爱尔兰都柏林这市中心的话，都是3教9流的，什么人都有，什么乞讨的呀，然后吸毒的呀，但是反而那些乡村呐、郊区啊。就如果是说在西方国家的话，稍微要那个平静、治安什么的要好很多。但其实嗯，现在我们这片土地的这种就是农村或者说郊区的话，也并不是那么的，也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们所认为的世外桃源了，也是很乱很差的。而且你说现在，但凡有点追求啊，我不是说贬低农村啊，就是对于有一些追求，有一些向往，因为随着短视频的发展，你即使你自己还没有到大城市，但是你多多少少也会刷到在城市里面的一些精致生活呀，或者在城市里面一些工作的一些这种生活方式。很多人有一点追求的年轻人，他大概率还是会走出城市，或者起码会到外面去读个大学或者怎么样的。其实现在留在农村的人的素质还是有点堪忧的。基本上都是老一辈的那些人，然后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背景也不是很好，所以他们的素质不会太高。所以现在，即使是现在国内的这些农村或者说偏远的地方，其实也就那样吧。就是也不是说所有的都像李子柒视频里面展示的那样的那么啊美好。啊，对，如果你对生活，你对这种文明，然后发达这些人群那种对对有要求、有追求的话，对，反正你会觉对得在农村里面生活质量还是比较低的，除非你就是很闭塞，然后你找个没什么人的农村里面待着，那是不错的。啊，问他说你们去重庆玩几天呀？待1-2天吧，待不了这么待一两，多天。
好吧，对，待1-2天就走啊？那你们还要去周边的成都这种吗？不去了，不去了，在重好吧，庆待过我们就回去了，主要是这边有个亲戚，我们见一下。哦，你们那个亲戚就是重庆人吗？嗯，他也不是重庆人，也四川的。哦，好吧，那他就在那边买房，在那边生活吗？还是在那边工作呀？对，他已经长期定居在重庆了嘛。嗯，好吧。哇，那挺好。重庆确实太魔幻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哇，我去看他那些那桥啊，然后他那楼房啊，那高度啊，那对，落差呀，就是太震撼了。但是我觉得也很干净啊，挺干净的。嗯，嗯，那可能你去的地方，比较接近于市中心吧。朝天门那边好嗯，像是。因为重庆这个地方它的这种城市的建筑啊，就让因为它的这种城市的建筑就不是那种很亮的那种，它的城市的那种，就它的这种楼房或者它的这种建筑，就给人一种有点灰灰的那种，就甚至就再加上如果说稍微有点脏的话，地面就觉得就是有点脏脏的、灰灰的那种感啊觉。这样子呀。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在国外待的比较久，所以你觉得国内的这些城市还是比较干净的。我感觉国外的那种，就是他们的环卫做的可能不是那么到位吧。就从你的那些视频，还有我看的其他的这种国外拍的视频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嗯，嗯，那你们有可能。有没有到杭州来旅游过呀？你们两个？我来过的啊。嗯，那你有去这边的一些什么比较有名的景点吗？比方说西湖、灵隐寺啊之类的。西湖去过啊，到杭州就立刻去西湖，然后住在西湖边儿嗯，玩了几天。是不是感觉也就那样？我觉得杭州给我的印象比较好，就是在国内这些城市里边儿，杭州的那个规划呀，就是城市布局啊，对，都比较井然有序吧，我觉得。嗯，然后它的城市的这种设计，这种墙外立面啊什么的，像一些老小区啊，就是很老很破的小区嘛，这种政府都会出钱，然后去帮他们做免费，就是去帮他们外面去改造好的，就是看上去就很统一、很干净的。我记得就是像国外的那些很多房子嘛，基本上每年它都会刷一些油漆。然后你要说那个颜色的话，实际上在爱尔兰这边，它也是因为它很多教堂都是石头的，那种灰色的那种石头的房子嘛，所以它也很灰。反而如果是说在印度的话，它很多自己就是家户建的那种房子嘛，它会就是刷的从外面远远的看去像奶油冰淇淋一样。然后呢，褪色了之后，每年或者每2年都重新刷一次。嗯，那种我觉得就很不错呀。其实教堂的还是不一样的，虽然教堂它也是用石头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教堂它就是，怎么说呢？它的形状就是让你第一眼看上去好像这是个教堂，它会有自己的造型。但是如果说房对。子，对，如果说房子或者说一个城市，那这种钢筋水泥它就是那种四四方方的嘛，四正方方的，然后又灰灰的，然后它的这个城市的天气也是总是灰蒙蒙的。然后有很多雾的，你就会觉得很一般。如果你在那边生活的话，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嗯，对。但是重庆以前死的人多嘛？为什么说重庆阴气重呢？因为重庆它这个只是因为地方，重庆这个地方它不是说纯阴气比较重，它其实是火也是比较旺的，但它也是阴火比较旺。重庆这个阴火。地方，它在地图上面占的就是说，他们那个地方我记得有个地方它有个名字叫酉阳。包括这酉阳鸡杂好像就从那边出来的吧，还什么，就是地支子午卯酉的这个酉，那酉的话对应就是西方，其实它那边的话也是阴火比较旺，那它占的那一块地域来说的话呢，阴火旺，那就是阴火其实对应的是女性，或者就是说这种暗火吧，这种旺的话就代表就是会比较阴，所以那边的话也是同性恋也是比较多的。它有点那种哎，物极必反的感觉，它不是说真的就是那种就是天生的就很阴，然后就很娘，但它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男性阳极了之后的那种阴，不好形容。反正我在重庆的时候都有感觉，就是有撞鬼的那种经历的，所以我不是非常的喜欢，在那边常住吧，可以这么说。哇，还有这种但是神奇的经历。怎么撞鬼啊？是什么样的那种体验？我就感觉有人跟着我，然后就是那种感觉。然后我也确实就是，其实我也是经常会出体的，但是我之前我都不知道这叫出体啊，因为其实有很多他真的有这种你说机缘也好，或者有这种体质的人，他反而不太会刻意的去研究这些，也不会去过多的说这些。但是我是后面看了一些人讲了之后，我才知道那叫出体啊。我感觉我以前经常有这种体验呐、就有这种情况。那在重庆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就总感觉有人跟着我，然后我也心情也很不好，然后也很郁闷，然后能量也很低。然后离开那个地方回到这边来之后，我还就是出体，我梦见就是我在床上躺着，因为我住的那种复式的 loft 嘛，我在楼上躺着，然后呢，我就感觉我灵魂出体了，然后灯被打开了。最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他从就是从哪里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实体的，他是一种虚影的那种感觉，好像我们是在灵魂与灵魂的之间的沟通。然后呢，他站在我的这个床边来对我说，他说你要是着凉了会拉肚子的，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那个冬天然后我确实睡觉喜欢就是动来动去的嘛，然后我就感觉我醒了。我就睁开眼，然后我也飘起来了，我就跟他进行对话，结果那时候我以为我醒了，而且我发现怎么灯还开了，但实际上后面我才发现我没醒，然后他就钻到床底下了，就跑了。哇，然后呢，我就感觉好像那我就又继续睡了嘛，我就感觉我以为我醒了，其实我还没醒，我就睡了。结果过了一会儿呢，我又隐约听到，因为我住2楼嘛，因为 loft 嘛，隐约听到楼下的电视开了，然后我又飘起来了。我又飘起来了，我就去趴到那个楼上那个楼梯那边去看，就是有人把电视打开了，好像有人在下面看电视。然后就因为这事儿吧，后面我还自己通过玄学的方式做了法事啊，这些搞的，最后才好。最后就是那段时间我都不能关灯睡觉，然后或者我一闭眼，我就感觉到有一个人正在，或者说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我。就是在看着我第3只眼，就是眉眼的这个地方，我感觉是有个东西在盯着我那里的。然后我感觉我感到恐惧的时候，我的第3只眼那里，包括我的胃都会很紧张。所以那段时间我是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有脏东西跟着我。我本身我虽然自己做玄学啊，但是我自己做法事的次数也是很少的。我觉得，因为做法事其实是在进行一个阴的能量或者阴的层面去解决这个事情。如果能不做就最好不做。但是那段时间我真实在不行了。然后我就做了一下这个法事，最后才好的。做完之后大概半个月之后吧，然后那种感觉就消失了，而且很神奇。我做完那个法事之后呢，我那天晚上又做梦，我就梦见，因为我那个房子还是就两层嘛，就梦见我在二楼睡觉，结果呢，我突然一下飘到1楼了。1楼的窗户边，我往下望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男的，他的脸我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单眼皮，然后有一点点圆润，然后有一点点微胖，是黑头发啊，然后呢，好像又有点朝我笑，他就四目相对看着我，然后我就想他看我干嘛，我也不想看他，我就走了，我就走到客厅里面，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突然就出现在我家客厅了，出现在我家客厅了之后，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买了可乐，因为我很喜欢喝可乐，我放在1楼的客厅，打开了可乐，插了吸管，喝了几口我就睡觉了。然后他来到我的客厅之后，他不说话，他就拿着我的可乐就在那喝，然后他就对我笑，我说你笑什么啊？然后他说没什么，我就来看看你。然后我说你不要来看我了啊。然后他说我不会来了，他说我下次来的时候你不住在这里了。我靠，就这事儿，就做完法事之后，就梦见就看见他这个事儿。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出体看见他这个事儿，看见他跟我对话。完了之后，我醒来之后，我就发现那个可乐真的就是在桌子上面，而且还有点那种冒气的那种感觉。我靠，真的就很吓人。然后，但是做完法事可乐有没有少？没有，因为它是那种罐装的。你说我怎么测量它有没有少？他要真的喝一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少？我就感觉好像他真的就是那种。
好像你刚喝完之后，它不是会有点回气的那种感觉吗？特别吓人那段时间。所以你一说到这个好地方，我就感觉到这个地方阴得很呐、这是对我人生当中就特别清楚。就是他这个事儿之后吧，真的就是楼上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噪音或者怎么样，后面就各种原因。没过多久，我看我们就搬走了。他当时他就笑着看我，他说我说你看我干嘛？然后他说我就是来看看你。我说你为什么要看我？然后他说他说我下次来的时候你不住这里了。我说真的就搬走了，后面很吓人，你知道吗？我是做玄学的，但是我从来以前就是看了也很你看上千个命盘是看到有的，但我都没遇到过什么特别奇特的事情啊，也没遇到过什么被别人的磁场影响啊、沾别人因果啊这种事情。结果就是去在重庆这个地方啊，真的就给我遇鬼了，这一路跟着我。哇哇，你有什么那个见解？你感觉这一段经历也不是见解吧，就是我觉得挺独特的经历，我都没有经历过这种。真的挺吓人的，我现在想起来都还是有点恐惧。那位男性，他大概多大年龄？他大概就是反正应该也是90后，或者就大概就30来岁的那种感觉。他我们这个时会不会是长不足10分钟啊。啊？那没关系，我们待会儿再开一起聊一聊。对，就是，好吧。哎呀，我感觉他就是在我想来的话，虽然很吓人，因为就是如果是说按照玄学的说法嘛，那种大佬就包括大老王，他说鬼基本上他想看人，哪怕是想念你，但是他只要是一摸的话，那人就会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特别的不适。但是我就你的描述来看的话，我觉得就是他好像并没有恶意，反而就是有可能他是你的某一位亲戚，或者是说他是你前世的恋人。嗯，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其实我看他有一点就是有点眼熟，哎，就反正就是有这种感觉吧。但是你说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感觉好像你不是你梦见，你感觉你真的就这种灵魂出体了之后看到这种，其实还是有点吓人的，就感觉哦，你刚才他还在楼下，因为我住的也是高楼层，他的楼下很远，我都看他跟我对视，结果我刚一转身，他就到我身后了，你不觉得这很吓人吗？哇，哎，确实很吓人。我有一次也是类似嘛，就是今年大概6月份的时候，我5月底的时候，就是我所有的室友他都搬走了嘛，然后我一个人住那种2层的那个大别墅，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那个时候已经超级累了，我在想，哎，我门是不是没有关呢？要不要起来去看一下那个门关没关？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太累了，又不想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梦到自己走过去把它关了，但是好像没有完全关严，然后外面狂风暴雨的，然后好像又有什么东西进来了，然后整个是变成那种就是那种恐怖的，像恐怖电影里面的那种异世界版本的那间屋子了。好，然后后来醒来之后发现，哎，其实并没有下雨，然后那门的话它也是关着的。但是在梦境的话，那种感觉嘛，就是它那个空间啊，它包括那屋子啊、那客厅啊，就是完全是一模一样，那么真实，只不过就是整个那个场景变成那种暴风雨版的那种场景了。嗯，反正之前哎，我都不了解这种啊什么出阳神、出阴神啊什么的。我后面也是看了一些博主啊，就是我在油管上面有一个叫凹凸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哦，他。对对，我看过，嗯，对他就是他讲的也专门讲，很有系统。对，他基本上都是讲出体方面的。还有一个姐姐的话，她的名字叫玛雅计划，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哦，对，我也被推荐过，刷到过他的视频。她好像也是在美国的，她也在国外的，凹凸侠也是在国外的。对，凹凸侠好像在美国吧？我觉得他们讲的其实都不错，像那个玛雅计划的话，它也有讲到，就是说，山的话呢，它是有灵气的。山其实在玄学里面也是山水都有灵气。如果说你出生的地方，你家附近有水，或者你出生的地方离你家很近的地方有山，那么就是，就它跟你的灵魂是能够匹配得上的话，然后它也能给你带来，就是它会生你，就会给你能量的话，就会让你，
留恋那个地方，所以有一些人他会喜欢待在家乡，也可能是因为他出生时的那个山和他的灵魂，就有点类似于就是那种宗教里面的，好像就是和你的灵魂进行了一种契约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就是说你就很难离开那个地方，你离开那个地方之后，你就会很向往那个地方，然后你回到那个，只有你回到那个地方，你才会觉得身心比较舒服。哇，对我确实就是，我发现你有他家乡那边，哇，那秦岭的那山，就是你特别美。你要远远看去，我当时开车的时候，就是它远处嘛，那种灰蒙蒙的，像水墨画，然后近处的话，哇，一望无际的，特别大的那种麦田，然后又有几户农家，而且它就是它在它，而且它那个土地是很平整的那种土地，然后中间还穿了很多隧道。然后那边那个空气也很清新，水也很清。嗯，是的，这啊，种一般来说，如果环境还不错的话，都是有灵气的。对，而但且我好像并不对，是出生在我家乡的那个地方，因为我出生是在四川嘛，那边也多的是丘陵嘛，然嗯后门前有一条小河，也不算是大江大河。嗯嗯，哎可能我在就是成长的地方山比较多，水比较多。啊，那你向往是汉中还是向往？我其实不是向往就是特定哪一个地方，就是我家里人他们大多数都在这边嘛，所以我觉得就是离家近挺好的。然后我不是很喜欢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就是喜欢到处走一走啊，或者换一个地方，换一个环境。我不是那种特别喜欢常待在一个地方的那种人，只是相我也对来说，就是离家人近一点儿，我觉得，可以互相陪伴嘛，可以有很多美好的经历。就是出门在外，我感觉，特别是到大城市里边儿，感觉特别孤单。嗯，嗯你出生在四川，那你父母谁是四川人呀？他们都是啊，那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啊？工作生活？汉中啊，这哦个哦，也就是汉中好像是在四川啊，我听说过，啊，都在汉中陕西嘛。在陕南，在陕西呀。对，在陕对，西。它本来，我告诉你，汉中它其实按照那个文化呀、地理呀，它都是应该是属于四川的，包括，就是就是人口吧，人口它也是古代的那个就是古蜀人。好，然后但是因为就是过去的时候，他去划分那个行政区域嘛，主要是元朝的时候，他怕如果都给划到四川去了的话，那边就容易形成割据嘛。所以他就故意把他北边的秦岭的那一块划到陕西，那样子的话，万一就算是四川割据了，那北边也是门户洞开，所以他也好去收拾他去。对，所以就是现在的那个就是汉中就归到了陕西省。哦，我听着咋那么熟悉呢？我我是看一些那种历史剧啊什么的，好像汉中就是就是在嗯，就在对，那一片。三国。看对啊，就三国，嗯。对啊，不就在那一片儿吗？就是说汉中，陕西。在三国里边儿，汉中经常被提到，因为它是那个刘备的根据地嘛。嗯，对啊，所以对，陕西陕西，那为什么你们会到陕西去啊？父母来这边工作了嘛，我们就跟着过来了嘛。那你们以后也不回四川定居了吗？就是过年过节可能会回去，就是聚会啊，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陕西嘛。哦，那我想问一下，你是达州是吧？啊，对，达州人怎么说话呀？达州的方言是什么？嗯，就是四川话嘛。哦，那好像差不多。你们那个地方离那个，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我有那个四川的那个口音吗？
有一点儿吧，就是不明显。就因为我前2年在川渝地区待了1年半，不然的话我其实一点口音都没有的，但是在那边待久了还是会有一点啦。能听出来有一点儿。那我觉得你讲话好像和那个就是怎么说呢？那边是哪边啊？什么广安啊、广元那些的，好像很接近啊。可能四川几个地区都差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像成都和重庆，他们讲话就不一样，他们那个音拉得很长的。就是四川比较大嘛，就是还是有区别，不同地方。对，哎，成都和重庆口音有啥区别啊？还是有，就是如果你去听你让他们2个，一个重庆一个成都的来讲话，你还是能听出来的。但是你说你问我们有什么区别，我还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对，我问错了。对，行，对，那我们待会儿我们再开一期吧，因为现在只剩下几分钟了。然后后面的话，接着把大老王的那4点给他说完。行，好吧，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